如果我不是运动员的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以前的生活的话，因为我的生长环境是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很早就出来工作了，那个时候在工厂里面去做打工的那种，比如说做衣服啊什么的，就是我干过很多的工作，但当我接触到体育以后，它是完完全全把我带向了另外一个生活方式，然后才有了现在的一个生活吧。如果说没有去从事体育的话呢，可能现在就是也有可能我孩子都可以打酱油啦，那种生活状态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轨迹都不同。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贫困山区嘛，有很多小孩，因为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在很艰苦的环境下面，其实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的伤害，然后他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很难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呢就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让他们感到很多的温暖，因为物质的匮乏的话其实就是会让他们感觉到会缺少很多的东西嘛，然后希望给到他们一些关爱呀，然后让他们也就是有那个思想在心里面，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的，就是不要放弃，就不要因为生活的状态而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就是小孩子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在他的心里种下美好的种子。我牺牲的东西就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我的这张脸了吧，就除了现在能够看到的这张脸，我身上其实大部分，我经常描述我自己是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是有过伤疤的。我觉得是最惨的一次是我的这个右膝盖在受伤以后还没有好，就是我在那个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是我们那个比赛的全国锦标赛，它是最高规格的一个比赛。然后呢，那个比赛之前我受伤了，然后也是在比赛当中受的伤，伤没有好，我又去参加全国锦标赛，然后它就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然后我压力也特别大，然后那天天气也非常热，我纯粹是瘸着腿去的，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经历了无数的煎熬，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也是把自己都感动哭了那种状态。那个过程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无法用言语去描述那种感觉，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痛苦，有很多瞬间我想放弃我的职业生涯了，我觉得太难了但是就是你会更加想到是你在收获这个东西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平常是一个就说起来的话，我是不会轻易流眼泪的一个人，但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会把我感动到那种状态，就是感觉无法描述的那种感觉。每个人都是有无限可能的，只是说看你花多大的心思去做一件事情，不单单是体育，任何方面都是。你可以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只要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去通过正确的渠道去努力就可以达到。我也是之前没有任何的体育基础的，我在18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体育，我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会去做一个运动员，然后还去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东西。我希望体育能够给身边的或者更多的人去带来快乐，让他们跟我一样感受到运动的美好。当然还有就是希望以后的话能够养更多的猫猫狗狗然后让这个院子里面越来越有爱。就这样子吗？这样对吗？让我来，不要动。好了，他当时是受伤了，然后不知道是怎么受的伤，我们开始以为是被车撞了，但是后来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的那个脑袋这个地方是骨裂了。当时是他的妈妈在他旁边守着他，因为他是躺在路中间，整个就已经脑袋流了很多血，在那个血泊里面了。我就有点怕他妈妈会咬我，因为很大一只，看起来还很凶。但他妈妈特别聪明，看到我停下车以后，直接走到一边去，就是很有灵性，他就想让我救他。我跟他妈妈说了，然后他妈妈特别懂，然后把他前面那一块毛都剃光了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黑色的，就是那一片剃得秃秃的，
去给它做了全身检查。你养过的狗大部分是你救助的吗？以前小的时候家里面也，就是大人会去抱一些小狗回来看家护院嘛。我从小就很喜欢狗。然后后来养的狗有一些是捡的，有一些是就是很喜欢的时候去抱回来养的。在养这只狗之前，我养了有4、5只猫，都是捡的。露个猫头得了，暖和暖和。哎呀呀！就是你救的这些猫呀、狗呀，你当时捡它们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决定就是义无反顾的我要把它带回家，我要照顾它们？这东西就是很随缘的，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看着很小很可怜啊，然后你不捡它的话，它可能就活不成了。你喜欢丽江吗？非常喜欢。我上次听你说你来这就是准备在这想暂时定居是吗？我应该就是说最近几年的想法的话，肯定是一直待在这边。来，让哥哥亲吻你一下。完全住在了一个远离城市的地方，就出门都没有红绿灯的那种，然后出门就是可以爬山，就有点像我小时候那种住在乡下的感觉，就越来越有家的感觉了。那我希望有一天，不是希望，就是有一天，就是一定会那样。到我运动目标达到以后呢，我就退下来，然后开始去真正的享受生活，一帮好朋友一起出去骑车，不追求速度，然后沿途欣赏风景和美食，去享受那个愉悦的过程。这个是我现在一直在给身边的人去推的一个理念，因为我身边其实有蛮多人，我觉得他们过得不太快乐，然后呢，我就觉得，通过这些方法，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能让他们收获幸福感和快乐感。这个是我一直想的和一直也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好，聊着聊着我就忘了这个东西了，是吧？